一起来看精彩短剧，一张1000万彩票，揭露两世阴谋故事解说。20年前，夏晴的小姨王翠香意外瘫痪，彻底丧失自理能力。王翠香远在国外的3个儿女得知母亲需要长期治疗照料后，一致主张放弃治疗，拒不承担赡养医治责任，任由瘫痪的母亲无人照料，自生自灭。走投无路的王翠香哭着找到外甥女夏晴，以年少时照顾过夏晴为由，苦苦哀求，希望她心软将自己接回家照料。重情重义的夏晴感念旧恩，一心报恩，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接下来的20年，夏晴倾尽全部积蓄，专心为王翠香治病、做康复、照料日常起居，最终彻底倾家荡产。为了照顾小姨，她推掉所有工作与社交，放弃人生大事，终身未嫁，半生都捆绑在了王翠香身上。可夏晴20年的真心付出与无私奉献，最终只换来彻头彻尾的背叛。王翠香意外中得1000万彩票大奖，一夜暴富，手握巨款的她丝毫没有感念夏晴多年的悉心照料与倾尽所有的付出。王翠香毫不犹豫地将奖金尽数分给了3个常年在外、从未尽过一天孝心的儿女。她拿出300万分给大女儿小云，300万分给大儿子大庆，又拿出300万分给小儿子小伟。剩下的60万奖金，她更是直接决定全部捐赠出去。凭借捐款的举动，王翠香成功博取外界好感，被媒体大肆报道，登上本地头条，获评感动全市的伦理模范，收获无数美名。风光无限的她，却依旧压榨尽心尽力照料她20年的夏晴。手握1000万奖金，生活无忧的王翠香，依旧心安理得地赖在夏晴家里，要求夏晴继续为她养老送终，像过去20年一样无微不至地伺候她的起居。夏晴心寒至极，断然拒绝了王翠香的无理要求。见夏晴不再顺从自己，王翠香立刻变脸，开始在外四处哭诉，颠倒黑白。她对外谎称自己自幼父母早亡，是她一手将夏晴拉扯长大。如今夏晴见自己没有利用价值，捞不到好处，便翻脸无情，嫌弃自己，甚至恶意造谣夏晴虐待长辈。不知情的路人纷纷指责夏晴冷血无情、不孝不义，各类谩骂铺天盖地。最终受尽委屈，背负污名，含冤莫白的夏晴，在无尽的痛苦与不甘中含恨离世。而始作俑者王翠香，靠着虚假人设博取众人同情，被好心人接进豪华别墅安度晚年。这般善恶颠倒的结局，成了夏晴前世最大的遗憾。剧烈的摇晃和呵斥声突然将夏晴唤醒，耳边传来商贩不耐烦的声音，催促着他赶紧决定要不要买彩票，买的话就立刻付钱。猛然回神的夏晴错愕万分，真切感受到鲜活的自己，他明白自己没有离世，而是意外重生了。夏晴迅速理清现状，他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20年前，回到了他当初为王翠香购买中奖彩票的这一天。他清晰记得，前世正是这张彩票让王翠香一夜暴富，背弃自己20年的付出，彻底改写了两人的命运。深知后续一切剧情的夏晴，心中瞬间有了决断，他不动声色地决定再多买一注彩票。7天后便是开奖之日，这一世他绝不会再让王翠香如愿以偿，对方的1000万发财梦注定会彻底落空。一旁的王翠香家人看着夏晴笃定的模样，忍不住开口劝说，觉得夏晴是白日做梦，感慨父亲难得从国外回来，让母亲不要把虚无缥缈的梦境当真。可夏晴十分坚定，直言自己清晰地经历过未来，1个星期后自己身边就会诞生一位1000万富翁。这一刻，夏晴心中陡然生出一丝疑虑，她暗自猜测，难道王翠香也和自己一样重生了？如果对方也带着前世的记忆，那势必会提前防备，绝不会再把奖金分给外人，自己的计划或许会受阻。另一边，王翠香见夏晴出门许久才回来，满心不悦，语气刻薄地质问夏晴，自己让她出门买东西添喜气，她却迟迟不归，还嘲讽夏晴出门这么久，差点以为她死在了半路上。前世的夏晴一直以为王翠香性情乖戾，处处刁难自己，是常年瘫痪病痛所致。历经背叛，看透真相的她此刻彻底醒悟，王翠香本性就是欺软怕硬、忘恩负义。王翠香的家人看着夏晴买回的彩票，得知母亲说的中奖之事或许是真的，瞬间喜出望外，觉得一家人马上就要飞黄腾达。家人立刻叮嘱夏晴，接下来做饭要格外用心，牢记王翠香爱吃猪肉，忌讳羊肉膻味的喜好，若是伺候不好，便会苛责夏晴。王翠香的大儿子更是假意孝顺，对着王翠香百般讨好，直言能伺候母亲是夏晴的福气，让夏晴不要整日摆着阴沉的脸色，看着晦气。他还在王翠香面前邀功，声称有自己在，就不会让母亲受半点委屈。随后又厉声催促夏晴立刻去做饭，不许偷懒，生怕饿到王翠香。王翠香看着围着自己讨好的亲生儿女，心中倍感欣慰，对着儿女们哭诉，感慨只有3个孩子是真心对自己好，又抱怨夏晴这个外人，让自己这些年受了无数委屈，过尽了苦日子。
积压了20年怨气的夏晴，此刻再也不愿隐忍，彻底爆发。他厉声质问王翠香一家人，只顾着闲聊，迟迟不去做饭，随即直接当众表态，要将王翠香赶出家门，让她立刻从自己家里搬走。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众人瞬间愣住，王翠香的家人满脸难以置信，纷纷质问夏晴为何突然发难，指责她竟敢弃养亲小姨。夏晴眼神冰冷，坦然回击，直言他们这群亲生儿女20年里对瘫痪的母亲弃之不顾，如今根本没资格指责自己不孝。夏晴直接放出狠话，既然他们自认孝顺，那就立刻把王翠香接走赡养。王翠香的家人见状立刻变脸，纷纷推脱责任，有人直言若是把王翠香接回家，就直接和伴侣离婚，坚决不愿承担赡养义务。被彻底撕破脸面的王翠香气急败坏，对着夏晴怒斥，提醒夏晴小时候父母早亡，是自己一口饭一口水将她拉扯长大，这份恩情夏晴这辈子都还不清。夏晴早已心如止水，冷静细数过往，告知王翠香，自己念着旧恩，无怨无悔伺候她20年，陪她从瘫痪卧床恢复到能坐轮椅，这份恩情早已加倍还清，再无半点亏欠。王翠香的大儿子见夏晴态度坚决，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，顿时恼羞成怒，厉声呵斥夏晴不知好歹，抬手就要教训她，命令夏晴立刻将王翠香的衣物放回原处，还要恭恭敬敬给王翠香磕3个响头道歉，否则便对夏晴不客气。夏晴毫无惧色，强硬回击，直言这是自己的家，对方没有任何资格在这里嚣张跋扈，威胁自己。紧接着，夏晴直接拿出手机，扬言要报警，控诉对方私闯民宅，恐吓威胁自己。王翠香的家人见状瞬间怂了，不敢再继续逼迫，连忙互相劝说，先行离开，打算等王翠香彩票中奖，拿到奖金之后再回来找夏晴算账。临走前，他们还假意安抚王翠香，让她先安心在这里暂住，过段时间就接她去国外的庄园享福。众人散去后，屋内只剩下夏晴和王翠香2人。王翠香依旧不死心，不断质问夏晴为何突然性情大变，20年的伺候都坚持下来了，偏偏在今日执意要赶自己走，反复强调自己是她的亲小姨。夏晴冷漠回应，明确告知王翠香，自己只是她的外甥女，并非亲生女儿，从来没有义务为她养老送终，伺候一辈子。王翠香见软的不行，立刻开始撒泼哭闹，对着夏晴破口大骂，怒斥夏晴是白眼狼，后悔当初没有直接将她掐死。哭闹声引来周围邻居和路人围观，王翠香立刻开启颠倒黑白的模式，当众哭诉卖惨，污蔑夏晴嫉妒自己的3个儿女有出息，事业有成，所以心怀怨恨，故意将自己赶出家门，想要活活逼死自己。围观路人不知内情，议论纷纷，有人觉得夏晴向来懂事，不像不孝之人，也有人感慨人心隔肚皮，认为她隐忍多年终究暴露本性。面对众人的非议，夏晴不再隐忍，当众细数20年的付出。20年来，王翠香所有手术、康复、药物、营养开销全由她承担，累计花费80多万。而王翠香的3个儿女常年在国外，20年从未归来看望，未尽半点孝心。事实摆在眼前，王翠香依旧百般狡辩，声称儿女们事业繁忙，身居高位，没空回国尽孝理所应当，还嘲讽夏晴终身未嫁，无人依靠，伺候自己是积德行善。王翠香字字诛心，故意提起夏晴错过的姻缘，嘲讽她当年为了伺候自己，放弃了如今成为省城知名教授的前男友，落得一无所有，配不上体面的成功人士。不仅如此，王翠香还大肆贬低夏晴，炫耀自己的女儿眼界更高，层次更好，婚配的对象都是门当户对的优质之人，狠狠打压夏晴的自尊心。听完这些嘲讽，夏晴内心毫无波澜，直接给王翠香2个选择，要么联系亲生儿女回来接她养老，要么自己将她送回老家，从此彻底两清。王翠香气急败坏，扬言要让儿女回来收拾夏晴。夏晴丝毫不惧，当场表示只要她拨通儿女的电话，自己立刻就送她离开，绝不拖延。此时，王翠香的3个儿女正聚在一起，满心期待母亲中奖报复，早已盘算好靠着千万奖金包揽自身所有开销，一心坐等坐享其成，无人真心挂念母亲处境。王翠香率先拨通了小儿子小伟的电话，电话接通后，小伟语气十分敷衍，直言自己正在陪同领导吃饭，处理重要工作，没有多余时间闲聊，催促王翠香有话快说。即便儿子态度冷漠，王翠香依旧百般迁就，坦言自己后半辈子要依靠他养老。随后小心翼翼提出自己在夏晴家过得憋屈，想搬去他国外的别墅居住。小伟瞬间变了脸色，找借口推脱，声称自己的别墅里养了很多猫，怕惊扰到王翠香休息，直接拒绝了母亲的请求，还让王翠香去找哥哥姐姐帮忙。夏晴冷眼旁观，直白点破真相，他的3个儿女向来唯利是图，有利可图时假意亲近，无利可图便百般推脱，避之不及。王翠香不肯接受现实，
依旧坚信儿女孝顺靠谱，立刻拨通女儿小云的电话，谎称夏晴虐待自己，导致褥疮复发，苦苦哀求女儿接自己离开。可小云的丈夫得知此事后，直言若是小云敢把王翠香这个累赘接回家，就直接和她离婚。小云瞬间慌神，连忙安抚丈夫，抱怨母亲奖金未兑现就先添麻烦，甚至怀疑母亲根本没有中奖，只是撒谎绑架儿女养老。就在这时，小云偶然从熟人处得知消息，彩票中心领导透露，本次1200万的大奖得主就在本市，大概率出自夏晴家门前的淮水街彩票店。小云瞬间狂喜，确认母亲所言属实，千万奖金近在咫尺。电话那头的王翠香见儿女依旧不愿接纳自己，满心绝望，哭诉质问儿女是不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深陷困境，自生自灭。小云立刻转变态度，温柔安抚母亲，承诺马上接她去高档酒店入住，让她安心等待自己到来。得到承诺的王翠香瞬间扬眉吐气，当众向夏晴炫耀，不屑于住在她的房子里，还宣布1周后设宴，公布自己中奖暴富的喜讯。夏晴心中了然，任由他们得意几日，1周后的开奖日便是他们美梦破碎、自食恶果之时。很快，小云赶来将王翠香接到豪华酒店，看着奢华的房间，王翠香彻底膨胀。小云夫妇暗自盘算，暂且小幅投入，等母亲拿到1000万奖金，务必分得100万回报，绝不白白付出。小云丈夫安抚妻子忍耐，为了巨额奖金，眼前付出皆值得。夏晴看着荒诞的一幕，内心无比清醒，暗暗下定决心，往后不再为王翠香蹉跎自己，只为自己而活。邻里亲友不知真相，纷纷指责夏晴不孝，弃养长辈，还为王翠香的儿女开脱，认为他们只是国外工作繁忙，是夏晴太过斤斤计较。众人纷纷劝说夏晴赴宴赔罪，挽回长辈颜面。夏晴坦然应允，打算亲自到场，见证王翠香发财梦破碎，被亲生儿女翻脸抛弃的狼狈模样。宴席上，王家3兄妹轮番立孝顺人设，表态会好好赡养母亲，当众嘲讽夏晴，说她看似照料母亲20年，实则心怀算计，捞不到好处便原形毕露，翻脸无情。面对嘲讽，夏晴淡然反问，自己20年尽心照料，花钱救人，到头来反倒落得过错，实在荒唐。可王家儿女依旧强词夺理，称照顾小姨是他的本分，他的委屈皆是无理取闹。席间，众人纷纷羡慕王翠香儿女双全，福气满满。王翠香顺势卖惨，哭诉自己独自拉扯孩子长大，如今瘫痪无用便遭抛弃，博取众人同情。儿女们为了奖金假意安抚，内心满是不耐与算计。就在众人欢声笑语，满心期待奖金到来之际，酒店工作人员突然上前，告知王翠香需要结算本次宴席的账单，总费用共计28万8千元。高额账单让众人瞬间傻眼，王翠香直呼酒店漫天要价。工作人员随即列出明细：12瓶飞天茅台、8只澳洲龙虾、全员燕窝盅等高价菜品，皆是王家3兄妹擅自点单。3人囊中羞涩，却依旧硬撑吹捧，称今日是母亲大喜之日，几十万开销对即将暴富的王翠香来说不值一提。王翠香无力支付巨额账单，请求酒店赊账，却被酒店明确拒绝，被告知无法结账便会报警处理。情急之下，王翠香和3个儿女纷纷逼迫夏晴结账，王翠香更是道德绑架，称夏晴暗藏积蓄，买单便可抵消过往矛盾。儿女们也在一旁不断施压逼迫。夏晴冷眼反问，王翠香有3个身家不菲的亲生儿女，为何偏偏逼迫自己这个外人买单，直接戳破众人的自私算计？王翠香被当众打脸，恼羞成怒，斥责他以下犯上。双方僵持之际，电视准时开启双色球开奖直播。王翠香和3兄妹瞬间精神大振，紧盯屏幕，满心期待1000万奖金落袋，扬眉吐气。开奖号码依次公布，前2位与王翠香的彩票吻合，一家人瞬间欢呼雀跃，笃定稳中大奖。可后续号码全然不符，1000万暴富美梦瞬间破碎。美梦落空的一家人当场内讧，小云怒斥丈夫误导自己，扬言离婚，丈夫则气急败坏，指责小云，抱怨自己为此刷爆信用卡，购置奢侈品，无力偿还的损失需王家承担。小伟当场细数往返机票、住宿、伙食等全部开销，逼迫王翠香赔偿损失，抱怨她只会添乱。其余儿女也纷纷哭诉损失，一家人互相指责，争吵不休，场面狼狈至极。酒店工作人员再次催促结账，表明无论众人如何纠葛，必须结清账单，否则将以恶意消费、餐饮诈骗报警追责。走投无路的王翠香当场撒泼耍赖，以身患基础病博取同情，逃避结账。可3个儿女早已撕破伪装，坚决不肯出钱。绝望的王翠香将所有过错归咎于夏晴，认定是她暗中作梗，让自己错失大奖，疯狂要求夏晴归还1000万奖金。在场亲友纷纷劝说王翠香冷静，告知中奖本就是概率事件，未中实属正常，
不要将臆想当现实，当众失态惹人笑话。夏晴见状，当众揭开底牌，王翠香并非毫无积蓄，多年车祸赔偿金、伤残抚恤金积攒下来足有几十万，一直贴身妥善保管。得知母亲有私藏存款，三兄妹瞬间变脸，围着王翠香索要银行卡密码，抱怨她藏钱让自己当众丢人。被逼无奈的王翠香只能说出由三兄妹出生年份组成的密码。拿到存款的儿女毫无感恩之心，只想着抵扣自身损失，还要求剩余钱款补贴自己。王翠香看着这群自私的儿女，彻底心寒，哭诉自己被遗弃、被掏空积蓄、被逼至绝境。一旁的亲友依旧是非不分，纷纷指责夏晴不孝，弃养患病小姨，大逆不道。面对指责，夏晴不再沉默，拿出多年缴费单据，当众自证清白。单据清晰记录：2006年腰椎手术4万7，2011年褥疮植皮2万3，2015年心脏支架6万8。20年来，夏晴仅医疗、康复、营养开销就累计花费80万4千元，还不算20年衣食照料的心血与开销。铁证如山，全场众人无不震惊。夏晴顺势质问王家三兄妹，自己倾尽所有照料王翠香20年，他们身为亲生子女，常年在国外享乐，未尽半点孝心，根本无资格指责自己。证据确凿之下，三兄妹依旧百般狡辩，以身居高位、公务繁忙、常年出差为由推脱，谎称自己舍小家顾大家，心中一直牵挂母亲。王翠香依旧盲目维护儿女，反倒嘲讽夏晴，称自己住在他家是为他挡灾积福。夏晴满心悲凉，直言自己20年付出换来的是错失挚爱，耗尽积蓄，负债缠身，终身未嫁。所谓福气，全是无尽苦难。彻底心寒的夏晴当众立下规矩，给三兄妹1周时间偿还80万垫付医药费，逾期未还，便直接向法院起诉追责到底。宴席闹剧落幕，账单无人结算，彩票中心同步播报，本期1200万大奖仍无人认领，仅剩最后3天兑奖期，逾期自动作废。而真正的中奖者是重生后额外购彩的夏晴。他低调前往彩票店核对信息，办理兑奖，缴纳税款，最终银行卡成功到账960万奖金。兑奖后，夏晴特意嘱咐工作人员严格保密中奖信息，摆脱过往枷锁，手握巨款的他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全新人生。他第一时间前往市区售楼处，打算购置精装现房，即刻入住。因穿着朴素，市里的销售纷纷以貌取人，冷眼相待，无人主动接待他。唯独善良、业绩垫底的销售王林没有轻视他，贴心为他披上外套，细心关照。主管见状还训斥王林不懂抢客，直言他即将面临辞退。王林满心委屈，却坚守本心。夏晴看在眼里，当场全款400多万购入一套精装房产，将业绩直接算给王林。突如其来的大单震惊全场，王林也收获了惊喜与认可。购完房产，夏晴又前往豪车门店，全款购入一辆78万的奔驰轿车，办好手续当即提车，犒劳多年压抑的自己。夏晴提车时，恰好被初恋男友和同伴撞见，众人看着焕然一新，从容富贵的她满脸震惊，感慨昔日被困家中，悉心照料小姨的落魄女人，如今已然脱胎换骨，暗自庆幸当年男方主动分手。另一边，错失奖金，被儿女掏空积蓄，无人赡养的王翠香处境愈发落魄，酒店租期到期，无力续费，工作人员上门催促退房。王翠香拒不接受现实，大闹酒店，谎称已交房费，指责酒店无故赶人。工作人员耐心解释，房费仅缴至前1日，续住需补交费用。此时的王翠香早已身无分文，积蓄全被儿女瓜分，无力续住。她幡然醒悟自己被儿女抛弃，败给夏晴，气急败坏拨打夏晴电话，却发现早已被拉黑。走投无路的王翠香再次当众卖惨，颠倒黑白，哭诉自己含辛茹苦养大夏晴，如今年老瘫痪，失去利用价值，就被夏晴无情抛弃，刻意虐待，拉黑联系方式，落得无家可归。不明真相的路人纷纷同情老人，怒斥夏晴忘恩负义。酒店经理听闻后，主动拨通夏晴电话，当众质问他为何遗弃瘫痪长辈，扬言拒不接人就报警，以遗弃罪追责。